我现在开始为艾里格里的安全感到担忧。以美国那种恐怖主义手段的惯用做法，他会不会被暗杀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：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后，巴拉圭最热门总统候选人会不会被暗杀？洪都拉斯前几天与台湾当局断交后，美国及台湾当局的挫败感极其强烈。之前为了稳住洪都拉斯不与台湾当局断交，美国甚至派遣副总统出面拉拢和施压，还派遣总统特使施压，结果根本无效。而在洪都拉斯抛弃台湾当局和美国之后，美国又得到情报，巴拉圭将可能重演洪都拉斯情况，有可能要抛弃台湾当局。这下子美国和台湾当局慌神了，于是美国马上派人前往巴拉圭进行施压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3月29日罕见地访问巴拉圭，并与该国总统阿布多进行了会晤。洪都拉斯政府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之后，蔡英文在他任内失去了第9个邦交国，与台湾当局保持邦交关系的国家减少至历史最低的13个，而巴拉圭也属于这13个国家之内。路透社称，巴拉圭将于4月30日举行大选，选情有点类似1年前的洪都拉斯。选举结果可能改变巴拉圭与台湾当局所谓的邦交关系。其实，台湾当局与巴拉圭的关系并不稳定，巴拉圭长期存在抛弃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呼声，现在更加强烈。台湾岛内普遍认为，巴拉圭很有可能是下一个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。尽管巴拉圭没有什么地缘战略价值，只是南美洲的一个内陆国家，但其面积却不算小，超过4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也达到745万。是台湾仅剩的13个邦交国之中面积最大的国家。长期以来，台湾当局稳住巴拉圭的最大项目就是大量进口巴拉圭的牛肉，仅次于台湾的第1大进口国美国。但中国的大陆市场可比台湾岛要大出10倍以上，巴拉圭早就看到了这一点，更何况巴拉圭也不是看不懂两岸必将统一的大趋势，尤其是近年来这种趋势正在加速，所以巴拉圭与台湾当局断交的主张越来越强。巴拉圭将于4月30日举行总统大选，呼声极高的反对党候选人艾里格里就表示，若胜选将与台湾断交，与大陆发展关系。这种情况与洪都拉斯的情况实在太相似了。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竞选时也是这样表态的。正因如此，美台都很担忧，于是美国出手了。这不是施压的问题，而是要干涉巴拉圭选举，因为美国派遣前往巴拉圭的人是专门从事窃取他国情报、颠覆他国政权的中情局副局长。很显然，他前往巴拉圭会见其总统以及巴拉圭情报部门的人物，目的很清楚，那就是设法阻止主张与中国建交的候选人艾里格里成功当选。我现在开始为艾里格里的安全感到担忧。以美国那种恐怖主义手段的惯用做法，他会不会被暗杀？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